准备好了吗？我们直接开始提问吧。大家都认识我们的大使。大家好，我把他带来了，他刚上任，会留在这里，这里就交给你了。谢谢。他会干得很棒的。好的，我们开始吧。我没有准备开场白，大家直接提问吧。部长先生，谢谢您接受提问。外交依赖于可预测性、可靠性和信任，全球市场连续第二天暴跌。普遍的看法是，总统征收的关税远超预期，而且其依据的经济逻辑令人费解。您对此有何回应？这对欧洲人有什么影响？您希望他们增加国防开支，他们最终也同意了这一点，但因为关税，他们的经济会严重下滑。他们怎么做到增加国防开支呢？对不对？他们的经济没有崩溃，只是他们的市场正在对全球贸易秩序方面的一个剧烈的变化做出反应。所以情况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是一家公司，你的很多产品在中国生产，突然之间股东或者股民意识到在中国生产的成本会大大增加，那么你的股票就会下跌。但最终只要市场明确未来的规则是什么，只要规则得以确立和维持，市场就会进行调整。世界各地的企业，包括从事全球贸易的企业，他们只需要知道规则是什么，一旦他们知道了规则，他们就会适应这些规则。所以我认为说经济正在崩溃是不公平的。股市在下跌是因为股市的基础是公司股价，而这些公司如今所采用的生产模式对美国是不利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但我们出口的却主要是服务业，我们需要改变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我们能够自己制造东西的时代，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重置全球贸易秩序。这难道没有长期效应吗？我问题的另一部分是，最糟糕的就是永远维持现状。我的意思是，这真的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不能一直当一个不生产东西的国家，我们必须能够制造东西，为美国人提供就业机会。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中国就是一个例子，这太离谱了。他们什么都不消费，他们所做的就是出口倾销，扭曲市场。此外还设置了各种关税和壁垒。所以总统正确地得出结论，目前的全球贸易状况对美国不利，但对其他许多国家有利。他将要重塑这个秩序，而且他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我能不能也问一下和盟友关系的可预测性？格陵兰的总理，不好意思，丹麦首相，格陵兰目前是丹麦的一部分，所以丹麦这个北约盟友表示，一个国家不能吞并另一个国家，这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我们没有要吞并任何地方，这要由格陵兰人自己决定。副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将尊重格陵兰人的自决权，所以格陵兰人也明确表示过，他们希望独立于丹麦。所以丹麦应该关注的是格陵兰人不愿再归属丹麦这个事实，这才是他们应该关注的重点。这个主意不是我们出的，他们讨论这件事已经很久了，无论他们何时做出决定，那都是他们自己的决定。而我们不会做的是，我们不会让中国现在进来，向他们提供大笔资金，让他们变得依赖中国。总统说他不排除对丹麦这个北约盟友使用军事力量。不是这样，他说的是在某种情况下他不会排除。他说如果格陵兰受到像中国、俄罗斯或其他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我不会排除任何可能性。但这不重要，因为格陵兰人会自己做决定，是他们想脱离丹麦，是他们想要独立，不是我们。这个想法不是我们提出的，是他们自己想的。如果他们做出那个决定，那么美国将准备好可能会介入，并表示好的，我们可以和你们建立伙伴关系。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但这就是副总统上周访问那里时明确表达的。他的声明非常清楚，我们将尊重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是格陵兰人民自己想要离开丹麦，那不是我们的主意。第二个问题来自华盛顿邮报的米西。部长先生，我想问一下关于俄乌谈判的问题。您能否告诉我们，美方如何评估俄罗斯就黑海停火谈判提出的条件？另外，英国和法国外长今天上午表示，普京在拖延时间，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也许吧，他可能在拖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你看，我们总统想做的是这样，他想结束这场战争，并且想在他执政初期就进行试探，看看是否有可能在双方显然都能接受的条件下结束这场战争。因为除非双方都同意，否则战争无法结束。这正是我们正在努力弄清楚的事情，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在几周内而不是几个月。俄罗斯是否对和平是认真的？我希望他们是认真
真的。如果战争结束，对世界来说是件好事，但显然我们必须验证这一点，所以我们正在推进这个过程。本周我们有一位访客基里尔先生在这里，我有机会和他坐下来谈了，他也见了其他人，他会带一些信息回去，那就是美国需要知道你们对和平是否是认真的。最终这个决定必须由普京做出，必须由俄罗斯联邦做出。我认为乌克兰方面已经展现出意愿，比如实现全面停火，为谈判创造空间。很快，不是6个月后，俄罗斯和普京就必须决定他们对和平是否是认真的。我希望他们是认真的。这场战争如果结束，对世界是件好事。您对俄方提出的条件有何评估？另外，德米特里耶夫昨天与维特科夫先生会谈后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可能会恢复直航，作为建立信任的措施，您是否支持这样做，以便俄方？没有，我没听说过直航的事，我可以告诉你，但我不知道谁会乘坐这些航班，但因为相关人员都受到了制裁。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会等等看。俄方知道我们希望结束战争的立场，我们很快就会从他们的回应中得知，他们是认真寻求真正的和平，还是这只是一种拖延战术。如果是拖延战术，总统对此不感兴趣；如果这是在拖延时间，川普总统不会掉入无休止的为谈判而谈判的陷阱。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俄罗斯对和平是否是认真的。如果他们是认真的，那就太好了，我们可以迈向和平。如果不是，那我们就得重新评估自身立场和下一步行动。但我们的处境不会和今天或他刚上任时有任何不同。他执政初期就想知道和平是否可能。我们正在试探俄国人是否有意和平，他们的行动而非言辞将决定他们是否认真。我们打算尽快弄清楚这一点。那他们的条件呢？他们以前就提过了，他们在黑海停火会谈之后提出了额外的条件。历史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这种事就是这样，各有各的说法。我和外国领导人通过电话，但事后读到通话纪要就会发现，里面写的和实际情况对不上。比如纪要里说对方讲了某些话，但我很清楚他们根本没说过。我想这或许就是这地方的游戏规则吧。但对我来说，说到底，关键在于我们是否会走向和平，和平是否真能实现，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他们对和平不感兴趣，我们很快也会知道。届时我们会据此做出决定。我希望他们是认真的。现在有一些积极的迹象，也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这不容易，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会容易，但我们迟早会弄清楚。只能说我抱有希望，我仍然抱有希望，我需要抱有希望，相信和平是可能的，相信俄国人对和平是认真的，我们希望他们认真对待和平，希望他们是认真的，但我们迟早会知道结果。达芙妮，路透社。抱歉，我又回来了。您贵姓路透，这名字挺酷啊，请问吧。关于5%的国防开支目标，这周您在这里有没有遇到反对意见？您昨天提到最高达到5%并，这是您的原话，请问您说的最高达到5%是什么意思？我说的是在某个时候要达到5%，我不是说要马上达到，但要达到那个目标。我们认为北约盟国需要达到这样的开支水平，才能应对北约自身已经明确阐述的威胁。好消息是，总的来说，除了少数几个例外，现在几乎所有盟国在国防上的投入都比3、4、5年前要多。这是积极的，这个趋势需要继续下去，所以趋势是好的，但需要持续。但这不仅仅是开支的问题，好吗？这不一定只是钱的问题，这是关乎能力的问题。为了让北约更强大，它需要更强大的伙伴，好吗？美国对北约投入了很多，并将继续这样做。我们今天对北约的投入一如既往，并且打算继续保持，但这必须是一个真正的联盟。这意味着我们的盟友伙伴必须提升他们自身的能力。所以有2件事促成了这一点。首先是乌克兰战争，我认为它让欧洲大陆上的许多人意识到了真实的威胁和真实的战争。另一个是，我认为是川普总统一直以来在增加开支方面施加的压力和发表的言论。所以我认为增加国防开支的整个趋势始于2017年、2018年，在川普总统的第1个任期内。我们希望这一趋势能够持续下去，也希望各国领导人在海牙会晤时能朝着这个方向做出进一步更坚定的承诺。我认为这对联盟是有益的。我们在北约的伙伴越强大，能力越强，北约就越强大。每个人都应该支持这一点。抱歉，追问一下，你们会争取将官方目标从2%提高到5%吗？美国自己会承诺达到5%吗？当然，我们正在增加开支，但我们必须在国家安全上投入更多，因为我们承担着全球责任。我认为这一点虽然已经被提出，但在很多地方却被忽略了。
美国也承担着我们在印太地区做出的同盟义务。我们目前正参与确保红海航道畅通，以便包括我们欧洲伙伴在内的所有人的全球航运能够恢复正常。我们正在西半球参与打击毒品和黑帮的拦截行动。显然，世界不同地区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我们担心恐怖组织死灰复燃，无论是在非洲还是中东。所以美国承担着这些全球义务，同时我们还面对着中国正在进行其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和平时期军事扩张，因此我们需要应对所有这些挑战，并且我们正参与处理所有这些事务，所以我们将不得不增加我国的国防开支。我认为我们对北约的承诺不仅仅是占 GDP 3%几的开支，而是长期持续的投入，这一点从未改变。所以我认为我们的伙伴们知道他们需要做的更多，他们也都表示愿意做的更多，他们已经开始加大投入，这一趋势需要继续。部长先生，您提到您也和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会面了，为了防止他们拖延下去，您当时有没有表达，也许不是威胁，但有没有具体说明，希望俄方拿出什么实际行动来？就是和平，我们希望看到和平。是先实现停火，然后再进行谈判吗？是的，和平就意味着你们停止互相开火，就是这么简单。当然，最终的和平有很多条件，你必须与双方合作。我从一开始就说过，战争结束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如果不是无条件投降，那就需要双方都做出让步。我们不会预先判断这些让步是什么，因为这些让步将取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能接受什么。但我们必须朝着和平迈出切实的步伐。我们不感兴趣的是，我不是在指责他们，我只是告诉你，我们不感兴趣的是为了谈判而谈判，我们不会永远这样下去。所以这些沟通没有任何威胁意味，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解释，这是我们的时间表。到了某个时候，你们是想要和平还是不想要和平，就会很清楚。而那个时间点正在临近，很快就会到来。同时，正如你现在所看到的，国会议员已经开始提交法案，要增加制裁，所以来自国会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如果我们在和平方面确实没有取得进展，国会就会施加制裁，届时我们将无法阻止。所有这些因素都以用尽可能委婉的方式进行了解释，希望他能把这个信息带回莫斯科，并明确表示我们需要开始看到真正的进展，否则我们将不得不认为他们对和平不感兴趣。但我们希望他们是愿意的，因为我认为达成一个协议对所有人都好。在计划更多会谈吗？我们需要得到一个答复。我的意思是，只有当会谈有实质内容时，我们才会继续谈，不能是为了谈而谈。你知道，我认为最初进行会谈很重要，因为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和他们谈过了。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需要取得进展的阶段。如果我们没有在和平方面取得进展，那么我们就有一系列因素需要考虑。但希望我们能在和平方面取得进展，我仍然对此保持乐观。虽然会很艰难，但我乐观地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部长先生，关于缅甸地震，通常在这种事件中，美国会派出多达200名人员，携带搜救犬、特殊设备以及该领域的专家，在现场拯救生命。但这次却没有这样做，因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已被撤销。有这个原因，而且该国是由一个对我们不友好的军政府统治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国家很难行动。不过，我认为这类事件通常是非政治性的，比如土耳其、叙利亚地震，美国救援队就进入了叙利亚，所以他们是能够进入的。我们不是世界政府，我们会像其他国家一样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会尽力而为，但我们也有其他需求需要平衡，我们不会放弃人道主义援助。但我再说一遍，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富裕国家，他们都应该出一份力，我们会尽自己的本分，我们已经有人在那里了，我们还会派更多人去，我们会尽力提供帮助。那不是一个容易工作的地方，好吗？那里有一个军政府不喜欢我们，不一定会允许我们按自己希望的方式在那个国家运作，无论如何，这都会阻碍我们的响应。话虽如此，我们愿意继续在人道主义危机中提供帮助，其他国家也需要这样做。中国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印度也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大家都应该出一份力。我认为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需要继续承担全球60%、70%的人道主义援助负担，这不公平。我们会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我们也有其他优先事项，这些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优先事项，我们会调整所有这些事项，使其得到适当的平衡。这是你们的借口。所有这方面的专家都说，原因不在于缅甸的政治，而在于美国国际开发署被削弱了，你们根本无法部署。我不听那些所谓的专家，他们不是真正的专家，只是所谓的专家。你们没有尝试去部署。这些人就是那些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工业体系里的人，这些人是在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里赚取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数亿美元的人，他们一叫唤，大把的美国纳税人的钱就得给他们，结果我们得花上1亿美元才能让1000万美元真正送到需要的人手里，我们不会再这么做了，明白吗？
我们已经停止了，我们不会再花1亿美元，只为了将1000万美元送到受助者手中。我们不会再资助世界各地那些靠此为生的全球性非政府组织，我们不干了。我们准备与当地政府以及那些真正在实地提供援助的合适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并提供帮助。我们会伸出援手，我们会提供帮助。还有很多其他富裕国家，他们也应该出钱出力。有些国家正在这样做，有些则没有。但我们会尽自己的一份力，我们会继续尽自己的一份力。但这需要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所有其他利益相平衡。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我们的资源并非无限，资源并非取之不尽，而且我们背负着巨额国债，我们也有许多其他优先事项。现在是时候重新调整这一切了，所以我们会参与，我们会尽力提供帮助。我们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但我们深切关注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希望他们能有一个能与我们合作的政府。部长先生，中东问题是您在北约讨论的一部分，特别是您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政策以及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是否得到了成员国的支持？是的，关于胡塞武装的问题，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船舶能够通过红海，但只有我们在采取行动。不过所有人都希望船舶能通过那里。正如我所说，我们打击了这群犯罪分子，帮了世界一个大忙。不幸的是，他们拥有先进的武器可以使用。他们袭击了大约150到160艘商船，袭击了美国海军174次。所以我认为世界应该感谢美国介入并采取行动，大家都为此感谢我们。我理解这些国家虽然非常富有，但能力有限。没有其他国家能在那里投射力量并做到这一点，但话虽如此，我们认为这项任务会取得成果，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能让一帮罪犯控制那里。至于伊朗，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乐见伊朗拥有核武器能力，只是有些国家对此的态度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硬。我们已经就此进行了会谈。如你所知，总统希望弄清楚那里的局势会如何发展，但他也明确表示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这在他任内绝不会发生。部长，一些外国公民可能害怕来美国，因为他们担心会因为一些轻微的行政失误，或者因为手机里有批评总统或以色列加沙冲突的内容而被拘留。您对这些人有什么话要说？没有，他们现在不想来美国了。首先，关于那些手机被检查等等的人，我建议你去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了解他们的流程。但总的来说，会接受检查的人通常是那些入境时因特定原因被标记的人。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来美国不是为了参加哈马斯的抗议活动，不是为了来告诉我们哈马斯有多正确，不是为了在我们的校园里挑起冲突，在街上制造骚乱，破坏我们的大学，那你就没什么可担心的。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进入美国，从事商业活动、旅行、探亲以及处理各种事务，每天都是这样，这很平常，没人会遇到麻烦。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来这里是为了制造麻烦，你可能就会遇到麻烦，而且我认为这是件好事。如果你来美国是为了制造麻烦，你可能就会遇到麻烦。是的，但我们不会再傻到让那些企图来我们国家捣乱的人入境，这绝不可能。部长先生，俄罗斯方面是否采取了任何具体行动，让您觉得他们是真心希望和平？另外，当您谈到时间表时，我知道您不会给出具体的时间，但您指的是几周还是几个月？我想大概是几周的时间。是的，我的意思是，未来几周需要取得很多进展，才能让和平真正实现。至于具体行动，我认为他们已经同意了某些事情，比如，我认为有些他们以前会打击的目标，现在不打击了。当然，双方都声称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这在类似停火中很常见。但即便如此，这并不算是在实现和平方面取得了具体进展。我们之所以更接近和平，仅仅是因为我们正在与双方对话，而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结束冲突的协议。不过，我们很快就会见分晓，这就是我对大家说的重点。你知道，人们会说，哦，普京，你不能相信他，但这不是信不信任普京的问题，也不是信不信任任何人的问题，关键在于行动。如果你真的想要和平，你就停止战斗，然后提出你愿意结束战争的条件，而且这些条件必须是合理的，对吧？不是什么疯狂的要求。如果你想要和平，你就该这么做。如果你对和平不感兴趣，那你就会拖延时间，找各种借口，耍花招。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不会被卷入其中，但我们希望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我们希望你知道，让我们保持乐观，相信事情不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但是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做好了准备，但我们希望这不只是一个拖延战术。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不想回家吗？看你们都等不及了。你们的盟友和乌克兰都认为，俄罗斯确实准备在冬天一结束就发动另一场军事行动。您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吗？不好意思，你说什么？俄方正准备发动另一场军事行动。如果那样，我们就都知道他们对和平没有兴趣。就在此时此刻，他们就在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您对此怎么看？
那再说一次，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违反停火协议，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但我想这说明了一点，归根结底，这是一场战争。眼下，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都会有爆炸发生，因为战争仍在继续。这就是我们试图结束的。如果我们能实现真正的停火，也就是我们想要的全面停火，那么就不应该有任何爆炸发生。但俄罗斯人不同意这一点，他们想要的是部分停火。而显然，一旦涉及到这种部分停火，这就是我们当初不推动部分停火的原因之一。我们会接受，因为有比没有好。但我们当初不推动部分停火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于哪些目标可以打，哪些不能打，总是存在争议，但归根结底，这仍然是一场战争。我们希望它停止，宗教场所、能源设施或民用设施遭到袭击，这正是战争的可怕之处，也是总统希望结束战争的原因。至于他们是否会发动另一场攻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对吧？如果我们明天一早醒来，突然发现俄方发动了大规模攻势，那么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明确的信号，表明他们无意和平。目前这还没有发生，希望这不会发生。我们想知道他们是否想要和平。如果他们愿意，那就有实现和平的途径，我们也愿意提供帮助。如果他们不愿意，那尽早知道也好，我们就能相应的调整政策。好了，各位，非常感谢，谢谢大家。